湖南的山谷深处，几栋泥土房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山谷里。鸭子在池塘与田野自由地觅食与嬉戏，黑山羊在山谷间自由穿梭。几位独守老人在田地里劳作，这里仍然保留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古村落。到底是什么样的历史故事与过往？现在让我们走进去，慢慢探寻。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兰，祝大家朝朝如愿，谢谢阿兰。现在我来到了一个原生态的古村落，它坐落于湖南的一座大山的山谷里面。在古村落的四周，青山绿水，四面环山，鸟语花香。现在我就带着大家一起走进这座古村落，了解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吧。嗨，大家好。现在我们来到了湖南的一座比较古老的村落。这个村落呢，保持的呢原生态，没有经过太多的开发。这里面住的人呢也不是很多，因为房子啊错落有致，基本上都是泥砖房。现在呢，我们先走到上面的这户人家看看。先向他去了解一下这个村落的情况，我们往上面走走看。慢点，前面有狗，小心。它这个是有狗的。地上有好多碎石块。是的，对，他这一户人家有狗。哎，大哥，你好，你这里是一个古村落啊？我说带小孩子出来玩一下，我看到这里面，你这里以前是一个老的村落不？这里就是没有路再往里面走了。啊，已经没进去了。你这里现在是一个古村落吗？你对。啊，因为我看到好多泥瓦房哎。这里住的人还多吗？现在不多了。啊，不多了。都在外面去了。都去外面了。啊。因为我刚刚。那里不是一个横江桥嘛？对，在修，绕了好远才绕了过来。本身我是走那个山面往下来的。对。啊，吃过午饭没有？吃了，你吃了没有？啊，吃过了。我就兜圈圈，这里下面这些房子还有人住吗？有人住。还是有人住？对。只是人不多了。对。都是老人家吗？还是有年轻人吗？全部是老人家了。都是40-50岁的。啊，都是40-50岁的。对。那山上还有人吗？那上面我看到那山上也还是有房子啊，那里。这里有2个人住在这里，那山边没有了。啊，上面就房子全部荒废了。荒废了。就是只有这个山谷里有人。背后还是有几个人住在这里。啊，背后都还有人呐？也只有几个人。啊，也是老人家。对。那里也是有这种公路进去，还是要步行？要走下面。走下面绕进去啊？下面那个桥。哦。我以为是从这里可以过去。那不行的，走路都不好走了。走路都不好走了。对。完全荒掉了。对。我说走到这个位置啊，我说怎么那么多这样的这种泥巴房啊，还是以前的这种房子，我说见得少了现在。那种房子还没有住人的，那高一点的。这上面没住人。他原来买的，他是那边的人买的，还没有住过来耶。现在这个电线也是后面新拉的了。是啊，我是住在上面，就在这里才是住了2-3年。这个房子你才修了2-3年。对。你贵姓啊，大哥？我姓姜。姜啊。哎，你这个位置也还不错啊，周围你看有山。我刚刚过来好像这个山谷里面一直有水啦，也有。有啊。原来那种田，现在那个换了10多年没种田了。啊。对。
这个田已经荒了10几年了。10年了。那这眨眼功夫有10几年没人种了。对。那你这个时间还是蛮久的了。啊。你这里以前住的人多吧？原来多。那个就是81年还是82年移民原来有130多个人。你这个小村落里130个人啊？哎，就是这个，这个花花里面。啊，就这个，但是这个山谷面积也不大呀。上面还有人家不？啊，就是那山上还有人了。山上没有，就是在上面一点点有人家不？啊。那时候就是一般一家人，那家人就是7、8个人嘞。一家人生7、8个。哦，那有一个家人有7、8个人的话，你说100多个人，也就只要20户人家。对。20户人家就有130多个人到160个人了。对。82年还是81年移民去走了一大半，就后来。为什么这里要移民呢？那时候不是也很穷么，吃饭都吃不上不？哦，是。搞那个基地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这里靠种那个红薯啊、玉米。对啊。就是到外面换你那个豆谷来吃。是的。以前我们家里有别人拿橘子，还有一些特产，他们的本地的一些特产到我们那里去换稻谷，那个我都已经像我女儿这么大了，但是我很小的时候，我都吃过，完全只是天天吃红薯，没有米。红薯和玉米比较好长一些嘛。那你这里的话就是，就是完全是没得吃才出去移民。我以为是这里准备要做什么其他的一些工程啊，或者干嘛要移民。不是。那时候走了，好像是走了60多个人还是70多个人，那时候。搬到哪里去了？搬到镇上啊？他不是哪个地方接收，那时候还没有公路哎，那修桥那里都没有公路，那时候。估计就是一个人走路了，就是步行，就是一个人走路。是啊。摩托车都过不了。那时候没有摩托车嘞，有那个自行车还是搞得好的，还没有自行车。自行车都没有。没有，那80几年的时候，那时候很贵啊。如果我到你那里来走，你们这里田也多，我们那里那时候是1分多钱一个人的。关键是要有人接受才行。对。要是没人接受，因为在那个时候很多人就是说，这个以前原始的话有160多人，现在有20个人吗？现在住在这里还只有几个人了。这几个人啊？但是我看到有这么多房子啊。这么多房子就是当事人多了。就空在这里了，就放在这里了。对。呀，你是一个人住吗？还是说有家有口在这里？我一个人住。你有结婚没有？我没有。也是那个时候可能条件对，条件多方面了。对。现在那个时候讨老婆真的很难，尤其是他们不愿意到山里来跟你生活。几千块钱都拿不出来。拿不出来。9年的那时候在上面进那个土匪房，就是我爸爸那时候他当家噻。他那个稻子就是又上了吃，就是说500斤稻子要吃5个月，就是这样的。那时候进房子就又请人帮忙吃饭不？就少了，就吃了1个月的红薯，才上的岸。叫我喝杯茶吧。没事，没关系。没关系。好，谢谢，那么客气。你这里是在煮什么？煮。我这里今天晚上有几个客人来吃晚饭，我准备搞晚餐了。你就在这里吃晚饭也是一样的啊。没客气了。谢谢了，客气。那个收菜饭，那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没事。你是自己种了点菜？对，收菜吧。自己种了点青菜，然后养了鸡没有？对。鸡鸭鹅啊。对。都养了点。那还行。后面的房子是你的吗？不是的，那个人走了。也搬走了？不是。过世了。对。
那这房子就空在这里了。对。哎呀，我天，那如果是像你这种情况的话，这房子这个地方再等个50年，那就彻底没人了。那不用50年呢，30年。你30年，你大哥你应该也就50多点吧？50多点。啊，你最少活90岁嘛，最少还40年。那没有哎，你活得了，放心。这个地方再怎么样，因为现在的环境不像以前，尤其是现在在山区里，在一个人呐、吃啊、圈呐、用啊，还有不像城市里面，你像自来水，说实话还是没有你这个地方的山泉水吧。是吧？你自己蒸点菜，也是还是各方面。空气还是好一点的啊，空气好嘛。就是自在哟。啊，自在嘛，你没有那么劳累嘛。城里面，你像说实话，睡不好，吃不好，是吧？玩不好，走到哪里上班堵车。你住到这个地方，怎么说呢？可能住久了呢，待久了呢，觉得哎这里很枯萎。真正到城市里待久了，又觉得这里好。我估计你这里20年前这里都还是蛮热闹的。对，蛮热闹。那时候还有几十个人呢。是啊，20年前嘛，就是2000年初嘛。对。现在都不愿意待在这里面。其实说来说去，其实人这里就是2个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小孩子读书。对。第二个就是大人呐、去医院不方便。对。主要是这2个方面，其他说实话没有了。家家户户都会有摩托，有3轮车。对。因为我刚刚走进来，感觉这个村庄好安静，哎呀，就除了2条狗在这里叫。就没看到人了。那个上面的房子是没人住了。都住了人。住了人。只是说都出去了。都住了，他们都是1个人住在这里。啊，1个人住在这里面。对，他们那个崽呀，都在外面买的房子不？啊，都在外面飞黄腾达了，都在外面有工作。这里养几头羊啦。鸡呀、鸭啦，这些不？是的。行，那不打扰你了，待会儿你还有客人来。没事。我也去围着这村子转一转，带小孩子走一走，步行玩一下。到我这里吃晚饭了。哎呀，客气。是啊，吃那个烧脆饭的，没有什么好吃的。晚饭了。啊，没事，谢谢你。那谢谢你。哎，没关系，这又不值钱。我拜拜。嗨。按照刚刚这位大哥江大哥告诉我们的路啊，走到下面去看一看，去这个古村落里面走一走。这个古村落还是一个非常原始的，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水泥路面呢，打的都是坑坑洼洼。从100多人的一个非常热闹的村落，变成现在只有不超过10个人居住的一个村落了。你看下面很多田啊都荒废了，你看养了好多鸭子，对面呢都是这种泥巴房，甚至有些房子修的还可以，但是呢都是属于一些独生老人、无保户这样子住在这里面。好，我们现在呢就去到这个山谷里面的这些泥巴房的人家去看一看，去走一走，瞧一瞧，然后还有对面山上还有这些废弃的房子，还有可能上面还住的有几个人，我们待会儿就一起去上去看一看。好，看看。好的。现在我们就步行到这个村落里面去看一看，这是一个比较原始的村落了。这里你看养的这个洋鸭子，养的膘肥体壮了。这些鸭子都是散养的，不去管它。这个村落刚刚江大哥告诉我们，水源是没有问题，这里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住在这山里面的人呢，吃饭是个大问题，因为田不多，1人才1分田，那么吃饭没法弄。土呢，那就更不用说了，可能1人也就1分土，所以吃饭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民以食为天嘛。你想自己生存都解决不了，那人怎么办呢？那只能就是逃离这个地方，去到一个更加好的地方生活。看这些水啊，都是山上面的山泉水。这就是一个鸭子的养殖场了。而且对面应该是还有人家在上面居住，我们待会儿上去看一看。我们先走到这个山谷里面的
这些老房子看一看。试想一下，刚刚江大哥说，以前，才20年前，这个地方都是热闹非凡，100多个人在这个地方打闹嬉戏，在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田园般的生活。但是20年后，这里已经是物是人非了，很多人呐，都走着走。老人呢又相继过世，这里就慢慢的会显得更加的荒凉。而且这位江大哥也说了，他要不了30年，这里呢就会彻底荒废，没有人再会居住在这里了。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像这栋房子，这是小房子啊，可能都是属于无保户住的。像这栋房子属于老房子了。上面用的还是吊脚楼的形式，有窗户，这是非常典型的厢式建筑。咦啊，这边是什么？那是打谷机啊。打谷机。需要人踩在那个上面，转动这个滚轮，这个谷子啊就能够把它脱落下来啊。就这里，看吗？这就是个滚轮啊，把谷啊放上面啊，割下来啊，这是打谷机啊。哦，这我们看看它这里的泥土房有什么不同啊？它这里的泥土房也是用木头、碎石、黄泥巴3样这样的材料，可能不知道还有没有加其他的东西做的墙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房子的大门。这里还废置了5房，看到没有，安南？门框好像没有做太多的。对，这里面还摆放了以前这种人们睡觉的床。这里。啊，这以前住的人都用上了现代化的家具。只不过现在已经是人去楼空，然后门口都是一些鸡呀、鸭呀待的地方了。对面呢，就是我刚刚跟江大哥聊天的地方，也就是他的房子所在地。这里还养了金鱼。小池塘。怎么有点像锦鲤呀？不像锦鲤。这里就是非常原生态的古村落的街道了。它这里还有取当地的这个石头做的地基。是的呀。一块一块垒起来。它这个石头全部是从山里面直接搬过来的，一块一块的石头码上去的，这种都是大块的石头。你看山里面基本上都会养狗，因为防止陌生人进来呀，偷东西啊，或者是一些鸡零狗盗的人进来。当然了，我跟安南，我们纯粹是走乡村。只是到这个地方来感受一下乡村的文化气息，以及看看这些乡村啊最近这几十年的一些发展情况。看它这里面的这些田地啊，全部是种的果树、金桔林，还有山茶花。它这里的山茶花开的真是茂盛。雪白雪白的。它这个山谷不是特别大，整个占地面积大概在100亩的样子，还不到。它这里都铺了水泥路。做了一定的。这个下面还是有这种小溪水的。这里全部是山谷里面流下的溪水。
在城市里面呢，要是厌倦了城市的繁华生活啊，想在乡村啊获得一丝宁静，就可以到这种非常原生态的村落里面来，小住个10天半个月还是可以的。尤其是这种没有经过开花的、保持的原生态的，还是不错的。这里还有这种以前的这种青石板搭建的古桥。看看这里这户老人家，他这里都设了这样的简易围栏，我们都不好进去了，因为老人家他既然设了围栏呢，我们也不好去打扰人家，可能上面呢也没有人住，因为刚刚江大哥说了，现在住在这个古村落里的都是一些50、60岁的老人家，要么呢就去镇上去打打牌，去休闲一下，要么呢就去山上啊简单的劳作。我们整个这个古村落里面唯一的房子，就是我镜头的正前方这栋房子，是新修的一栋2层的小别墅房，这是一座现代化的房子，其他的房子全部都是泥板房。可能啊，这栋别墅的主人啊，他们觉得啊，这个地方还是非常值得人生活的地方，非常的给人的感觉啊，非常舒服。这边有好多这种草，不知道是什么。这个应该是喂养羊牛的。这边是什么？这个应该也是很特殊的一个东西，不知道是什么。碧绿碧绿的，好好看。我们也是第一次见这样的，像刚长出来的稻苗一样。因为现在这个村落里面，除了刚刚这位江大哥，我们现在目前没有看到第2个人了，只有狗狂叫的声音。这个古村落给人的感觉真的是非常，用我们古人的话说，就是诗情画意，非常惬意的田园生活。这口池塘呢也已经干了，我们再沿着这个山谷往前走吧。你看，以前这里都是一条青石板路，然后通过后期啊，这里做了一点点水泥加固，这个路面呢就显得比较好走了。这边应该就是刚刚翻完的红薯地了。我们现在去这一侧的山谷简单的看一下，然后我们再回到山顶上去。又是这种草，不知道它这种草是起什么作用的，我们待会儿去问一下那个江大哥去。等走完这个村落以后，江大哥也是非常热情，要留我们吃晚饭。这里竟然都还接了水管。应该山下的人接的，可能山下都还有人家住。一下子就凉爽了。漫步在这个林荫小道，漫步在这个古村落里面，会让时间彻底停滞下来，真的，一丁点都不夸张。听不到任何的杂音，就是鸟儿叫啊、鸭子叫啊、狗吠的声音。而且这条青石板路还挺长的。这边还种满了芋头。所以这一片呢，如果是后期被某些旅游公司
或者是个人看中了这里打造成一个小众型的旅游景点呢，也不是很差的。因为基本上路面不需要做太多的装饰了，无非就是把杂草啊稍微的修剪一下。它这边还有一个已经断开了的水泥桥。这不是水泥桥，这是青石板桥。哇，好长！这是以前的一块大型的青石板，现在因为这个桥面跟这个封河的地方啊已经坍塌了，所以这边没办法过去。对面呢是一个池塘，像上面的电线杆都已经废弃了，都没有电线了，上面都爬满了攀岩植物。啊，这里应该就是专门别人在这里做养殖的地方了。好吧，阿兰，我们就不过去吧。虽然上面一直走进去，这个山谷会很长，我们还是回到那个山顶上去吧，好不好？又是这种绿油油的草，翠绿翠绿的，非常好看。我们待会儿要问一下那个江伯伯，看看他田地里面这种绿油油的草是什么植物，起什么作用的。待会儿你要问一下他，好不好？好。我总觉得可能就是一种装饰，或者是给牛啊、鸡啊、羊啊什么的吃的。所以每个地方啊都有每个地方的特色特产。我们现在步行到镜头前面的那座山上面，那里有2栋房子，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地方虽然比不上国内一些著名景点的一些古村落，但是我觉得到这个地方来啊，会给人感觉啊更加的舒适，更加的自由。我们现在再近距离看一下，它这个草啊，碧绿碧绿的，好嫩的。要是把这种草铺在小区的公园里面，很好看的。所以对于一些喜欢户外游玩、喜欢游山玩水的一些家长朋友们啊，这个地方啊，真的值得过来走一遭。像这些桥面都是有上百年历史了，都是直接天然形成的这种大块的青石直接搭的这种简易桥了。像他们这些菜园子都是直接就地取材，用这种石块把它垒起来的。啊，走到这个位置，狗又是叫个不停。虽然这个围栏呐比较简易，但是它只能够是拦君子，但是拦不了小人，随时都可以穿过去。看它这里，还种了扁豆。是的，好多扁豆。前面这一棵是板栗树，现在叶子都黄了，有因为点看不出来了。冬天了嘛。这上面有一位爷爷，对不对？是的。他一个人住在这上面，你叫一下他吧。
爷爷你好。哈哈，我带小孩子过来这里玩一下。啊，你一个人住在这上面啊？哦，现在这里都没有人住啦。那些鸭子都是你养的吗？啊，不是你养的。好了，那些狗啊，那些鸭子，那上面的是你的吗？我说那边的狗啊、鸭子是你养的吗？啊，也是别人家的。哦，还好多人是吧？好，谢谢。看一下这栋房子，我们刚刚走过来的时候啊，我以为是泥土房，我认真看了一下，它不是泥土房，它是用红砖重新修缮了一下，只是前半部分还是保留了一点点泥土。啊，看到没有？爷爷你好。嘿嘿，你这是在干嘛？现在还有辣椒啊？辣椒、南瓜。啊，这个房子是你的吗？不是我的。不是你的啊？我的堂哥家的。啊，你堂哥家。这个房子它是做了一点修缮了，以前前面是泥巴房了，后面是红砖房了。那这个房子有多少年了呢？啊？啊，40-50年了。可以进去看一下吗？因为这里挡住了。啊，从这里可以过去是吧？好。好，可以，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因为没有人，我们也不好去打扰别人。嗯。对的，对的。往这里推。对，等等，慢慢推。好，可以了。好。哎呀。今天的温度比较高。啊。像冬天的话，这个温度高还是比较难得。啊，他这里住了几户人家吗？就一户人家。他这里还改造了嘞，还全部做了这种新的玻璃铝合金门窗。里面还贴了地板砖呢。啊，但是它外面这一层还是这种。原来的。这是沙漠吗？哦，都开裂了这些，哎呦，这些全部是泥巴了，石头，里面这一层就是红砖。看样子他这房子还挺牢固的。哎，一般100几十年就没问题了。啊，这种房子住100多年都没问题啊。没问题。嗯。泥巴的土质好。哦，这里的泥巴不一样了。泥巴跟那个金丝片。啊。这是你就是本土的泥巴，可能会有，比土质会对比一些普通泥巴要强很多了。我墙上那个钉子都能钉进去。哇，这么坚硬呐！那个墙。怎么感觉跟石头一样？那就不相当于那水泥房了，水泥墙壁了吗？是蛮结实。哦。看不出来呀，我以为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就是一块泥巴房。像王大嘴分流石那边啊，那个尖沙头啊，哎，那不就是天然的夯土吗？啊，那边的土不行。它这个是不是那个夯土啊？是焊紧的。啊，焊紧的。那不就是这墙边上的那个泥巴了？啊，就那个泥巴。哎。啊，明白。但这块土也荒废的差不多了啦。我做田是能做，做我是做不行做。啊。我做个南瓜。啊，种点南瓜，现在还有南瓜吗？有。现在都还有南瓜机啊？有。都马上要下雪了，天气开。搞个南瓜菜不得，得到南瓜的得。啊。可以收的。哇，天哪！摘个南瓜你来。哎，不用，谢谢，太客气了，我不用，没关系，你忙你的。你忙你的。
不用管我们，不用管我们。啊，这里养了好多蜜蜂啊。蜜蜂。哎，爷爷，请问一下，就是那种我们走过来的时候，有好多那种田地，上面都种了很多淡绿色的那种草，它是干嘛用的呀？那个养羊、养牛、喂鹅都可以。那这草专门是喂这些吃的。啊，我还一直以为用在其他的用途上呢，我以为是种草药嘞。不是种草药，就是专门养牲畜的了。啊，单独种了一块田地给他们，我都长得那么绿油油的，碧绿的，而且还种了好多。是的，还真的好多花都。但是我过来好像没看到什么羊啊牛啊，也没看到啊。啊，我只看到这里好多人养的鸭子，养的多。这鸭子是你养的了？啊，这个起新房子的、起别墅的这个人养的，所以他养这些东西也赚钱。啊，还喂了鸡。啊。啊。啊。所以他等于就专门是搞养殖业了。养殖业是还可以，像你这个村里面我看了一下，还挺好的，还一个是安静，再一个呢，草啊也比较多。那个夏天就到这个地方来，不要风扇，不要空调。夏天呐？晚上下半夜还要盖着薄薄的被子。啊，就这个位置，夏天晚上都还冷呐。哇。那夏天这里很多人来这里玩吗？一般在他这个夏天就会回来呀，过那个热天呢。啊。冬天之后就会回来了。啊，就是这里以前原有的这些他们住在这里面的人，到了夏天到这里来，其他时间又回去了，就相当于就是，像北方的人一样的，就是到南方来过冬，到了冬天的时候呢，又回到北方去过夏天去了。我还以为这个位置就是很正常的一个村落里面呢。不过你这样说的话也是对的，因为周边全部是山呐，再一个又有水呀，各方面应该是还是会有点凉快。云还是好。啊。那个小河里面的水呀，直接可以喝。啊，这个吸水的也可以直接喝吗？可以直接喝。啊。直接喝。明白。哎，大哥贵姓啊？我应该只叫你大哥，因为你的年龄应该比我大不了多少。大好多嘞。你50几啊？你60多了？啊，60多我那可能要叫你叔叔了。今天天气特别热，昨天都没有这么热。啊，这家人住在这个地方还是不错的嘞，就像你刚刚所说的，到了夏天住在这里是真不错嘞。看他这里空调改造的房子全部诚新，做了一点点。这里的蜜蜂好多呀，嗡嗡嗡的响。因为今天温度高，所以很多蜜蜂都出来了。那他这个房子这样改造也要一点钱呢。后面进去那个花个30万。就这么一点点花了40万。他搞的就是前面那排排的。啊，他只是留了前面这一个架子嘛。后面全部用的是红砖黄修了。这里有一条小溪嘛，我们走到这里面可以看一下，看到吗？但是只不过这个小溪的水呀，快干枯了。然后这里呢是一棵板栗树，刚刚这位叔叔说的，他们建的这个篱笆房啊，全部是用的这种黄篱笆做出来的，这个墙面呐，钉子都很难钉进去，就相当于夯土，都不要小瞧啊这些篱笆房，
实际上这种泥巴房啊，比水泥房还要到舒服。了夏天啊，非常舒服。如果是夏天你住这种水泥房，温度特别高，没办法待。但是这种泥巴房呢，冬暖夏凉，非常的舒服。所以古人啊，像一些大户人家啊、皇亲贵族啊，甚至是皇室，在唐朝啊、宋朝啊、汉朝啊、秦朝啊这些年代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要有这些身份地位的人才能建这种用夯土形式住的这种房子。普通百姓、穷苦人家，那就真的只能够用那种竹篾啊，搞一丁点泥巴上去，然后搭一个茅草，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茅草房了。就是拿那种竹子砍成一条一条的很细的那种条条，把它编成那种竹篾，上面抹一点点黄泥巴，之后再把它一面一面盖在那种框架上面就可以了。嗯，是的。好吧，我们现在去上面那户人家看一看吧。好，你先忙，我们先去上面玩一玩。啊，你这辣椒还不错嘞。现在我们帮他把这个门啊给他复位，这样子就会比较好。我们怎么进去的就怎么出来，怎么样帮人家把门关好。这个房子都只保留了一半呢，你看，前面全部是这种石头做的一个台面。20年光景就能够让一个热闹非凡的村落落寞下去。城市里也是一样的，像一些繁华的都市啊，要是没有人口的聚集啊，还有一些新的移民政策啊，很多住在城市里面的人呐，也会慢慢的逃离，最终他们回到他们土生土长的故乡里来。因为现在城市生活的压力啊，不是一丁点的大，房贷、车贷、小孩子的教育，还有吃喝、用圈、行各方面，给现在的年轻人啊造成的压力可不是一丁点半点。散养的鸡一个个长得都膘肥体壮的，比那些圈养的鸡要健康的好多。这种鸡在外面卖，最少要卖40-50块钱一斤，因为都是散养的土鸡。好，我们再往前走吧，我们看看前面那户人家还有没有人。这种洋鸭子长得特别大，一只洋鸭随随便便10来斤。那我们这种土鸭子长什么样？土鸭子就长得不大呀，一般就是4-5斤左右啊。哇，我们走这里面进去看一看吧。一路都是鸭子粪。全部是鸭子的粪便。我都得踮起脚尖走了。这种鸭子没有任何攻击性，它不像鹅，鹅的话呢会有很强的意识领地。温顺一点的，好歹就只是叫一下，如果很凶的冲过来咬你。是的。好臭啊！走到这个地方真的好臭，苍蝇尤其是夏天，臭死了。苍蝇满天飞的，很臭。啊！我们听到什么声音了？刚刚这上面。山羊的声音我听到了，叮叮当当的。又有了。是的，这个上面应该养的是山羊。这可能就是羊圈。羊圈或者是黄牛，有可能也黄牛在上面。这嘎啦嘎啦踩木板的声音。然后这里呢，就是土坯房了，看上去应该还是会有人住。
我们再上去看一下去。你看以前这些菜园子全部荒废了，没有人种了，因为自己吃青菜、种红薯、种一些农产品，现在呢也种不了多少，自己也吃不了多少，所以慢慢能撑的一些肥沃的土地就全部荒芜了。哎，看到没有？前面哦，黑山羊，看起来是公羊。嗯，是公羊，那里肯定还有羊群。嗯，然后刚刚我的左手边呢，是一栋废弃的土坯房，但是看起来废弃的也不太久，因为这里面装的有卫星天线。我们先进去看一下吧。好吧，慢点走。走吧。好，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这里。还有一口压水井。这是一口压水井啊！刚刚那位江伯伯不是说吗？他这里很多压水井都封起来了。这里还装的有卫星天线，可以看国内电视节目的。因为在山区啊，没有娱乐设施，没有娱乐活动。地上有好多羊屎，肯定羊经常来这里光顾。所以这里的人他们要打发生活、打发时间，就需要看看电视啊，尤其是漫漫长夜啊，到冬天啊，然后这里来的人不多，那怎么办呢？看看他这里的这个篱笆房啊，应该也有50多年了。它这些土都开裂了。历史保留的还不错，它这些农用工具都还有。看上去是完全废弃了，里面没有人住了。然后我们看看这个户人家的大门，也是典型的乡镇特色。这些老古董啊，可能80后、80后、70后肯定是有见过，90后应该见的不是特别多。好，我们去对面山上这2栋房子再看一下了。可以看到上面应该是有住人，我们还能够看到晾晒的有衣服。这个山谷里，就让我想起我小时候住过的生活环境，差不多类似。这是羊叫的声音。这里是成片的栽种的山茶花。右边别人是养羊，我们就不过去打扰别人了，我们走这边过去吧。其实这里还有一个羊肠小道，一直通到山谷的另外一侧。刚刚江大哥说了，其实这里有一条路可以穿过去，那里还有几个人家住。以前也是一个小村落，但是也是年轻人都走了，只有老年人留守在这个古老的村落里。
这里竟然都还有钢筋。我们就不走这边，别人养了羊，我们就不去打扰人家。这有生虫子。好，我们走到这上面去看一下。哎呀，我腿有点没指甲了。走不动了是吧？啊，它这个房子建在这个山顶上了，接近这个坡度还挺陡的，接近70多度的陡坡。而且它这个路面啊是诚心挖的比较宽，而且这里还有摩托车的车印，所以它这个地方走3轮车、走摩托车是行不通的，尤其是下雨天。像这个天气，走摩托车都够呛，自行车可以勉勉强强尝试走一下，因为完全是泥巴。看它这个地方，哎呀，我的天！这个石头都还保留在这里，以前搭的一个锅炉的。哎呀！现在我们到这个半山腰，再看看山下村落里面的环境。它这里的竹子的根都露出来了。嗯，好，我们先看看这栋房子。啊，这栋房子就废弃在这里了。这些房子日晒雨淋都还能够保留50、60年，还是非常扎实的。上面甚至还做了点点水泥的改造，但是还是荒废了。我们走到这上面去看一下，这条路呢就只能够一个人通行了，路面很窄。啊，看一看这个房子，晒得有衣服，应该也是独居的老人住在这上面。随着现在社会这个老龄化、少子化，甚至是斗子化呀，以后这种乡村呐，消失的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快。这个房子它也是做了一点点的修缮，看这个上面成片成片的这种马蜂、山蜂还有蜜蜂在上面成群结队的飞行。因为今天的温度啊奇高，在冬天啊很难遇得到这么高的温度。看它的这个夯土墙，刚刚那位大叔说这墙面它非常结实，的的确确好硬的，像那个水泥面，所以在外面日晒雨淋吹风啊，这个墙面都不会容易倒塌，这是有一定的原因的。所以这个房子当初做的时候啊，是下了很多的功夫，花费了一定的精力财力的。这个门上锁了，安南有没有见过非常特殊的一个，在这个地方是做什么用的？见过吗？在门口。不知道，可能是它这个灯吧。把这个油罐里面，然后插上一个灯芯。这个应该不是，爸爸一下子也说不上来。爸爸也忘记了，这个是以前老一辈的房子里面都有这个东西，但是爸爸一下子也记不起来了。这里面这户老人家呢，应该是出去务农啊，或者是去外面休闲去了，都是荒废在这里了。啊，这里也是一栋房子啊，这种青石板路随时都有。啊，这上面废弃的打谷机、房子，
你看这个老人家有人住，他这个地面都显得干净，看到没有，光滑是吧？有人走过，经常踩。有人走过，有人居住过的地方就是不一样。啊，这个房子里面也是长了很多这样的玉胎，这个房子也是彻底的废弃了。所以想想那个时候的人呐，每家每户生个7、8个，要在这个地方生活，衣食住行，真的对于家长而言是一大考验。所以对于父母而言，有的没办法，那么他们只能够搬离他们祖祖辈辈生活过的地方、生长过的地方，去外面谋求更好的生活。好吧，我们现在就下去吧，因为这里这位老人家不在家。探访完这座古村落，就如江伯伯所说，因为这里田地不充足，许多人都不得不背弃家园，离开了这里，过上新的生活。但是当我参观了一遍之后，发现这里仍然散发着无限的生机。好啦，今天的古村落我们就参观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